皇女请进。皇女有何要事，尽管说。此事过后，晋王将如何处置吉冲他们？那混小子，是我故意让他逃脱的。他一逃走，必然会想与川龙军旧部相会，集结杀回。但那些旧部早已领我命，假意附和之。到头来，半个人也不会去支持他，他只会羞愤离去。若他选择不离去，只身回来，我就关他一辈子。晋王何须如此？若他知道你是一心护我，并非心存敌意，一切皆为测试，他自然会收起反抗之心。本王希望他永远误会我，还望皇女相帮。我不答应。皇女可知，本王为何需测试你一场？那是因为本王担心皇女的性格和那混小子一样，不适于乱世。这孩子出生的时候特别小，比这巴掌大不了多少，我都担心他撑不了多久。可没想到他渐渐长大了，而且胆子比谁都大。在晋国，别说小孩子了，没有人不怕本王。可就这小子，从小就敢抱着本王的腿不放。可你知道，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，从小怕的是什么？他最怕身边的人因他而受苦。小时候，他习武不认真，读书偷懒，怎么罚他都不怕。但是要打了他身边的书童，他就真求饶。这孩子看上去狂傲潇洒，其实心软得很呐。他的确是如此。最了解自己孩子的，果然还是父母亲。长大后，他一度让本王十分诧异。16岁，他第一次带兵出征，那一年，他立下无数战功。从那日起，他每天夜里拼命地精进战力，攻读兵书，本王还甚感欣慰。这小子不仅懂得享受虚荣，而且还懂得谦虚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这小子拼命地想打赢每场战役，他是害怕带出去的兄弟带不回来。7年前，晋王依军法行事，处置吉冲的副将，想必也是希望以此来震慑他，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吧。身为统帅禁军的主帅，本王希望他能从中学会铁面无私。但身为一个父亲，本王又何尝不珍惜儿子这种有情有义？但在战场之上，这并非好事。7年前他选择离开，本王心里甚是矛盾，一面气恼他选择逃离现实，一面又不愿意他留下来，变成一个麻木不仁之人。但皇女跟他不同，那小子有选择，可以去过他想过的人生。但是你没有选择，你身上背负着国仇家恨，逃无可逃。于是本王只能这样来考验皇女，是否会不顾大局，为情感所羁绊。那如果我要是没有通过考验呢？那就表明皇女不适合乱世，不能统帅3军。本王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虚位以待，直到平定天下，再奉还权位。
晋王如此品行，想必弃坛之行，也并非真心要利用牺牲摘星，弃我于不顾吧？确实，万一发生不测，本王早有布防，且已暗中通知柳心，一旦发生危难，必须向外求援。所以那一日，他并非临阵脱逃，而是为了向晋王求救。本王已解皇女之困惑，能否答应本王，瞒着巨瑶，让他继续误解本王？这是身为父亲保护他的方式。希望那孩子别待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乱世里。启禀父王，皇女即刻将到，但是巨瑶暂时还没有消息。皇女到！册封大典，起！慢着！败将李巨瑶，屡犯军法，擅自离港7年，罪行重大。今特来向晋王请罪。你身犯何罪？其一，口出狂言，怒其主将；其二，不服管束，屡教难治；其三，疑心主将，罪不可赦；其四，挑拨两军，令其不和；其五，谣言鬼语，无事生非。你的罪状还真是罄竹难书啊！罪臣实在是无颜见晋王，但太原城是臣的家，臣的亲人在此，离家7年，臣真的很想回家。恳请晋王看在一个儿子思念父亲的份上，从轻量刑，让罪臣用今后的日子将功赎罪。父王，您就原谅巨瑶吧。
晋王，让世子回家吧。晋王，让世子回家吧。将功赎罪，哼，你想的倒挺美呀。若晋王不同意，罪臣便长跪不起。今天是皇女的册封大典，你要在这里长跪不起？你这哪是认错啊？你这是在要挟本王啊！罪臣不敢，罪臣只是想得到父王的原谅。起来吧，混小子！多谢父王原谅儿臣，儿臣今后必定对父王言听计从，绝不敢有半点忤逆。恭喜你们父子二人解开心结，这便是晋国上下之福。我能与晋王和好，军民上下同心，全都仰赖于前朝皇女。我晋国在前朝皇女的带领下，必定能战无不克。参拜皇女殿下。参拜皇女殿下。皇女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